朋友小可最近很郁闷，她加工资了。涉世未深的她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同事，没想到出事了。他们部门的几个同事一起到人事部闹，凭什么小可入职不到半年就能加工资，他们干了3年也没有加工资呢？事实上，小可的学历、能力、吃苦耐劳的精神都比他们强，可是他们不能认清自己，反而怪公司偏心。小可被喊去谈话，上司表示对他很失望。他现在在部门待得很尴尬，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马上2020年了，我想给大家分享10个为人处事的真相，提醒你做人做事之前要三思而后行。人们愿意祝福陌生人升迁，却不愿意恭喜身边人发达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20年前，我家买了几10万的商铺，除了姨妈知道以外，再没有别人知道了，就连我舅舅外公都不清楚，因为没有人会把这种好事到处宣传。这其中就有一种心理，见不得别人好。相反，你家有什么坏事，恐怕一夜之间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了，这就是人的心理。堂姐离婚没有告诉任何亲戚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了，纷纷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她。表姐觉得很莫名其妙，离婚怎么就不幸福了？她明明是及时止损，却被人当成了没人要的弃妇。再讲一个事，姨妈儿子考上大学，大摆宴席请亲戚吃饭，亲戚们私下里很不屑一顾，有人说他考上的是垃圾学校，还有人说现在大学都普及了，考上大学没什么了不起。反正说什么的都有。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人们宁愿祝福陌生人，也不恭喜身边人？大概因为螃蟹定律吧，我过得不好，你也休想过得好。除了父母，每个人都希望你喝西北风。我有个邻居叫张三，他做生意亏了几百万，拿他父母房子去抵押，结果还不上钱。他父母非常着急，四处和亲戚们借钱，很少有人借给他，甚至还有人落井下石。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，他的亲哥竟然打电话告诉他儿子这个喜讯。他说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叔叔破产了。寒心吧，当你落难的时候，除了父母，每个人都希望你喝西北风，兄弟姐妹也不例外。出现这种情况，离不开小时候父母对孩子的偏心教育。他们总是让家里的孩子们比赛，通常都会抬高一个人，贬损一个人。他们总是说，你不如你哥，你应该向他学习，他为什么就比你强？孩子的心里就会种下嫉妒的种子，久而久之，他会把兄弟姐妹当竞争对手，不会念及手足情。除了父母，每个人都希望你喝西北风，你过得不好，他们就放心了。所以新的一年你必须争口气，高调做事，低调做人，为父母长点脸。你弱的时候，不要去怪世上坏人太多。前几天有一个作者朋友宣布退出作者群，抱怨规则不公平，抱怨写作赚不到钱。作者群很安静，每个人都希望他退出算了，少一个竞争者，大家就多一份希望。这就是现实。你弱的时候，不要去怪这个世界上坏人太多。黄渤接受采访时透露，他没红的时候，身边的人对他都是一些冷言冷语，可是有一天他突然红了，这世界对他忽然和颜悦色起来。你看人的尊严是自己争取来的，与其停留在原地和那些挤兑你的人斗争，不如强大自己，脱离那个圈子，进入更高级别的圈子。机遇面前人人平等，
你被淘汰出局，就不要怪规则太烂。当你弱的时候，大家依旧脚步匆匆，没有人会停下来关心你是否饿了、累了，毕竟大家都挺忙的。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埋怨别人不帮你，不如想想为什么别人可以，而你却不行。说到底，生气不如争气。当你越来越强大，你才知道这世界美好的事情都是环环相扣的，当然坏的也一样。别向别人诉苦，因为 20% 的人不愿听， 80% 的人则看你笑话。众生皆苦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。把伤口随便借给别人看，你想得到安慰，可是却事与愿违。因为 20% 的人不感兴趣，还有 80% 的人是抱着看笑话的心理，越听越高兴。他们表面上安慰你，转身就把你的故事当作八卦复述给别人听。成熟的人早就戒掉了情绪，有什么苦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，都放在心里，一个人默默消化。讲给真正关心你的人听，怕他们为你担心；讲给酒肉朋友听，只是给人增加笑料。2020年，第一批90后已经30岁了，30而立，40不惑。我们都是中年人了，要学会自己的烦恼自己扛。人生是一道选择题，向左走还是向右走，关键还是取决于自己。宁愿闷声发大财，不要高调炫耀自己。俗话说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祸。一个人的财富要和自己的能力匹配，一旦失衡，厄运接踵而至。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炫耀自己，你越炫耀什么，就说明你越缺什么。做人不能总是强调自己有钱，真正的有钱人你根本看不出他有钱。做人要低调，不卑不亢，闷声发大财，不引起别人的嫉妒，你才能平平安安。如果你招摇过市，引起别人的反感，人心隔肚皮，有些人随便一个小动作，你也会很难过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何必要去高调说自己有钱？你希望得到别人的羡慕，也许你已经被人盯上了。亲戚朋友上门来借钱，请问你是借还是不借？借钱有了面子，伤了里子；不借，里外不是人。这年头最不可低估的是人心，最不可高估的是人性。低调做人是为人处事的根本。不要试图让人理解你，这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。朋友老公出轨了，她婆婆非但不管好儿子，还让她反思自己是否不够温柔。她母亲拒绝她回娘家，劝她想开点，她能挣钱养活孩子就算了，等到老了她就会改。她朋友也劝她提升自己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她自然就会回心转意。她愣在那里，难道是她自己的问题吗？为什么大家都站着说话不腰疼？真相是，人性的本质就是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却无法真正的感同身受。别人的痛没有打在身上，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没什么大不了。正如郭德纲所说，你不知道人家经历了什么，就别随便劝别人大度。江歌妈妈失去了唯一的女儿，林爸爸失去了爱妻和3个子女，等同于家破人亡。他们的苦，真没几个人能感同身受。反过来说，我们的苦也不需要得到别人的理解，所有的苦只有靠时间去治愈。娘家的事情别和婆家说，
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，娘家的事情不要告诉婆家，否则他们识破了你的性格弱点，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。哪天吵架了，他们可能会揪着你娘家的事情不放，翻旧账，冷嘲热讽，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我的一位读者小美就干过这种傻事。小美觉得父母偏心，于是经常和婆婆大倒苦水，说自己母亲如何偏心自己的弟弟妹妹。后来小美和老公吵架，婆婆过来帮儿子对她，难怪你母亲偏心，我要是她呀，我也偏心。从那以后，小美再也不在婆家讲娘家的坏话，不让他们对自己娘家的事情指指点点。你口中娘家的形象，就是在婆家的地位。聪明的女人应该维护好娘家的形象，让人觉得你是来自有教养的家庭。当婆家鄙视你父母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在否定你的原生家庭。哪天吵架，他也不至于指着你鼻子说你没有家教。当然，在娘家也别说婆家的坏话，会做人的儿媳两头瞒，不会做人的儿媳两头传。亲家关系良好，小两口也省心省力不少呢，婚姻才能良性发展。同事不是朋友，把同事当朋友你就输了。见过很多人同事朋友傻傻分不清，经常把同事当朋友，掏心挖肺，结果吃力不讨好。也有人结婚生子摆酒席都给同事发请帖，引起公愤。同事是一群人在干同一件事情，是工作上的伙伴，也可以把他当作朋友，但你们的来往更多的是因为利益。朋友就不一样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真正的朋友不涉及利益关系，只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。如果你把同事和朋友区别对待，就能掌握和同事或朋友相处的分寸感。开不得的玩笑不随便开，不能说的话别瞎说，比如个人工资、上司八卦等隐私问题，适合烂在肚子里。一个人把生活和工作划分开，不把工作情绪带回家，也不把家里的事情带到工作中，才是一个合格的同事和朋友。不纠缠烂事，不活在过往。新的一年开始，所有的一切都该翻篇了，不活在过往，你才能重新开始。人要有断舍离的果断，家里用不着的旧衣服、废弃的玩具的，该扔就要扔，别舍不得。扔掉了垃圾，你才有空间放新的东西。生活就是这样，把过去不堪的往事让它过去，你的心房才有空间装快乐的事情。做人要乐观，多想一些开心的事情，忘记那些不开心的事情。你快乐，家人也会快乐。每个人都希望和阳光温暖的人交朋友，而不是整天活在阴郁的过往，每天唉声叹气，惶惶不可终日的人。人若欠你的，天必还你；他若亏待你，早晚都会有报应。不是不报，时候会到。你何必着急呢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慢慢来。活在当下，才能享受当下。余生不长，请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得饱满有趣。坚持自律，好运气自然会来找你。做人应该对自己有要求，早睡早起，坚持自律，是每个人都该有的觉悟。我见过一些放弃自律的人，三餐不规律，熬夜成瘾，把生活过得很颓废，甚至不愿意工作。结果他们越来越懒，越懒越胖，越胖越吃，越吃越穷。这就是牵一发动全身。保持自律21天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慢慢的你会发现一切都开始好起来。早睡早起形成了良好的生物钟，坚持运动，气色变好了，工作起来也带劲。
努力工作不仅是为了赚钱，还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以及当下充实的内心。多看书，多了解别人不知道的东西，扩大自己的认知范围，做一个爱读书有气质的人。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你读过的书，走过的路，吃过的苦，看过的世界，全部都刻在了你的骨子里。你现在的习惯决定了你未来3年的生活。不要问李现为什么会爆火，没有谁能随便成功，一定是厚积薄发的结果。李现很自律，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，他在健身；我们在熬夜刷手机的时候，他在看书沉淀自己；我们在逛街喝奶茶的时候，他在苦练演技。我一直相信，保持自律，敢对自己下狠心的人，运气差不了。继续坚持下去，你早晚会成功。很快到农历新年了，这10句箴言送给大家，希望在新的一年里，每个人的付出都可以得到回报。